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又係每週一次嘅市場先生與好友三人談嘅時間。上一集我哋講內地四大國有銀行同埋 NVIDIA 觀看次數直逼4000，非常感謝觀眾嘅支持。大家好，我係湯丁丁。市場先生啊，美國就快減息，你認為有咩板塊會受惠呢？咁一啲以前美國加息嘅受害板塊，咁而家呢就會成為美國減息嘅受惠板塊啦。香港地產股就係例子之一。雖然今年以嚟香港嘅樓價已經累計下跌超過4%，但係最近出現一啲比較正面嘅現象。首先係住宅租金方面，繼2023年升咗7%之後，今年頭8個月進一步再升6%。最近仲量行發布香港住宅銷售市場綜述指出，住宅租金持續上升，私人住宅嘅租金指數距離2019年嘅歷史高位只係相差3%。其中 A 類住宅，即係面積431平方尺以下嘅單位，平均租金回報率更加喺6月份創下自2012年以嚟嘅新高。而花旗最新嘅報告指出，隨着住宅租金上升，目前平均租金嘅收益率達到3.3%至到3.4%，住宅嘅負利差持續收窄，為樓價嘅下跌提供咗一啲嘅緩衝。市場先生啊，多謝你嘅回覆。咁請問樓價與租金走勢背道而馳，其實有咩原因呢？咁住宅租金嘅上升，部分原因係受惠香港政府積極咁推廣高才通及專才計劃，呢啲內地嘅新移民通過人才計劃嚟到香港，帶嚟增量嘅居住需求。不過呢種嘅人才計劃推動住宅嘅需求係咪可以持續，咁係取決於香港能否提供足夠嘅就業機會，尤其是係高薪嘅就業機會，例如金融業，俾呢啲專才。另外，部分嘅增量住宅需求係嚟自香港8所資助大學擴大招生非本地學生嘅學額。根據統計，2023年入境事務處簽發嘅學生簽證超過62000個，當中超過95%係簽發俾來港進修副學士學位或以上課程嘅學生。預計今年學生簽證會超過8萬個。哦，咁加埋埋都成十幾二十萬，真係對住宅嘅需求都非常之大。因為我知道其實香港住宅需求都得大概200萬到300萬個左右，咁呢度已經多咗5%需求，咁令到租金上升。市場先生啊，其實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啊，咁美國減息對樓市有咩影響呢？嗱，咁我哋分開喺供樓嘅人士同埋地產商係唔同嘅。首先，聯儲局減息要傳導到香港按揭利率下降，係需要一啲時間嘅。目前按揭利率有兩種，一種係叫做 H 按，另一種係叫做 P 按。H 按一般係 HIBOR 加1.3%，而9月11號一個月嘅 HIBOR 係3.886%，意味 H 按嘅利率係大概5.2%左右，而 P 按一般係 P 減1.75%。P 按利率現時係大概4.125%。由於 P 按嘅利率係低過 H 按嘅利率，咁 P 按嘅利率就成為封頂嘅利率。目前 H 按利率係比 P 按利率高大概1.075%，咁係意味聯儲局需要減息超過100個點子，咁 H 按嘅利率先至有機會低過 P 按嘅利率。咁樣嘅話，大概要等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不過對地產商就唔同啦，香港上市地產公司平均有69% 嘅債務係浮動利率，係同港元拆息 HIBOR 掛鈎嘅，平均嘅融資成本率大概4.41%，係會即時受惠 HIBOR 嘅利率下跌。根據外資大行大摩嘅計算，港元拆息每跌1%，香港地產公司嘅盈利平均可以上升5%。當中負債比較重嘅公司，例如新世界發展、恒基地產
嘉里建設以及希慎，仲有浮動息率比較高嘅九龍倉置業，呢啲都係比較受惠港元拆息下跌嘅。哦，咁其實減息對於香港地產股係非常之利好嘅噃。咁我想問，最近外資投行推薦受惠減息嘅股份入面包括香港地產股。咁我知道先生愛股係1972太古地產啦。想問，其實你有咩補充嘅睇法呢？唔該晒。冇錯，我自己的確係比較喜歡1972太古地產嘅。咁呢度我做一個利益申報，咁我目前自己係持有1972嘅太古地產嘅中期業績，我以前嘅影片都分析過啦。呢度補充一啲新嘅進展，太古地產嘅回購已經獲得聯交所嘅批准，而且進行咗幾日啦。值得注意嘅係，太古地產嘅回購係唔受禁售期嘅限制，只要港交所有開市就可以回購，而且回購會持續到2025年嘅5月。另外，太古地產嘅管理層最近出席新加坡投行交流會嘅時候重申，每年每股派息有中個位數嘅增長係公司嘅首要任務，所以我持有太古地產收息，並且預期佢每年有5% 嘅股息增長。哇，咁都好犀利喎，太古地產。咁我想問市場先生，可唔可以評論下其他地產股嘅業績呢？嗱，咁由於今日嘅時間有限，咁我只分析信和置業，其他嘅地產股嘅業績分析，包括新鴻基地產、恒基地產、希慎興業、嘉里建設、長江實業，可以睇我嘅 Patreon，我全部嘅業績分析文章都放喺 Patreon。信和置業2024財年嘅收入接近88億港元，下跌咗26%，股東淨利潤44億港元，下跌24.7%。不過有收租業務嘅地產股業績通常會受到投資物業重估嘅影響，但投資物業重估係非現金嘅，所以我哋一般主要係睇不計算投資物業重估嘅股東應佔基礎利潤。咁信和2024財年股東應佔基礎利潤接近52億元，下跌咗15%，但係每股派息維持0.58元，派息比率從76% 提升到94%。咁2024財年物業銷售收入89億元，下跌咗26%，貢獻利潤8億元，大跌咗73%。佢嘅利潤跌幅係大過收入嘅跌幅，原因係物業銷售嘅毛利率由25% 大幅下跌到只有9.1%。我以前都講過，一個地產項目地價加埋建築成本以及地息成本，呢啲都係已出之物，係唔會因為你賣2萬蚊一尺或者18000蚊一尺而有改變。所以決定地產項目嘅毛利率係視乎你可以賣幾多錢一尺。喺降價促銷嘅時期，地產項目嘅毛利率係會跌得好快，而且跌幅好大。物業銷售利潤大跌就係信和2024財年業績下跌嘅主要原因。不過信和嘅收租業務其實表現相對係平穩嘅。2024財年無租金收入36億元，都有增長1.3%，主要係因為商鋪嘅營業額租金上升，住宅物業同埋工業物業嘅出租率改善，以及佢有新嘅收租物業貢獻增量嘅租金。而信和嘅收租業務結構，零售佔比有51%， 2024財年嘅出租率由95% 下降到93.5%。管理層喺業績會上表示，零售租戶嘅銷售額錄得中至高位數嘅下跌，而租金調整錄得中個位數嘅下跌。咁我哋可以睇到信和嘅商場級數明顯係唔及太古地產同埋九龍倉置業，因此唔能夠將零售嘅壓力轉介俾租戶。至於寫字樓佔比27%， 2024財年嘅出租率由86.6% 輕微下跌至86.5%。工業佔比9%， 2024財年嘅出租率由87.7% 提升到90%。而住宅佔比4%， 2024財年嘅出租率
由82%提升到86.8%。而信和嘅財務真係好到不得了，持有現金464億元，增加咗25億元，借貸只有8.3億元，下跌咗11.3億元，淨現金456億元，增加咗36億元。2024財年，信和唔單止償還咗部分貸款，而且仲攞咗3塊地。喺咁嘅情況之下，現金都可以增加，的確係非常之厲害嘅。展望未來，2025財年物業銷售嘅主力係推售4個項目，分別位於中環、元朗、油塘以及日出康城。公司已售未結嘅貨值有99億元，其中有80億元會喺2025財年入帳，保障咗大部分嘅物業銷售收入。最後係估值方面，以現價7.89元計算，股息率有7.3%。咁信和喺香港地產股當中算係最穩健㗎啦。而目前嘅股息率亦都唔係好低，我覺得有一定嘅吸引力。哦，原來信和嘅租金收入都好穩定，加上佢揸住咁多現金，就算佢物業銷售唔係好好嘅情況之下，其實盈利都有一定保障。何況今年已經有部分物業已經一定會入帳㗎，咁其實盈利都唔會話減少得太多。好多謝市場先生嘅分享。我想問下市場先生，你將會持有信和呢？唔該晒。嗱，信和咧就都可以考慮嘅。咁不過咧，因為我要等中期股息到帳之後，咁大概要9月底先至會真正啲錢會入戶口。咁我到時再考慮啦，因為到時要睇下信和嘅股價計出嚟嘅股息率有幾多，同埋其他市面上嘅收息股都係考慮之一。好，唔該晒市場先生嘅分析。咁我哋今日嘅港股分享就完。咁輪到我哋今日分享美股。徐立元先生，今日蘋果一如預期咧推出咗首部具備 AI 功能嘅 iPhone，你嘅睇法係如何呢？咁蘋果總係能夠喺每年嘅產品發佈會上啦，吸引全球嘅目光啦。但係今年名為閃耀時刻嘅產品發佈會呢，似乎只係原集老路啦。尤其是係喺 iPhone 16嘅發佈上呢，缺乏令人眼前一亮嘅創新。喺直播期間啦，蘋果嘅股價更加一度大跌2%。雖然最終就幾乎能夠平收啦，咁但係坊間大多數嘅評價認為今次嘅發佈會上呢，睇嚟璀璨嘅新產品線，實質其實就未能為市場帶嚟太多驚喜咯。呢個似乎都係搞錯咗重點嘅，亦都忽略咗咧蘋果喺市場嘅策略同埋定價機制咧，依然顯示到佢喺業界嘅努力同埋精明。咁喺新一代嘅Apple Watch 同埋個 AirPod 入邊啦，小幅嘅升級確實加入咗一啲人工智能嘅元素。當中 Apple Watch Series 10除咗外觀上比 Series 9薄10%啦，咁熒幕更大，亦都更加光亮。佢能夠咧偵測到呢個睡眠呼吸中止症，而 AirPods 4就搭載咗 H2 晶片啦，咁音質提升顯著之，亦都有個人化嘅空間音訊同埋噪音消除功能。AirPods Pro 2咧，佢嘅健康功能咧亦都別具特色，聽力保護能力咧聲稱係可以喺任何模式下咧都能夠保護聽力。佢將具備咗一個臨床等級嘅非處方助聽器功能，但係綜合嚟講啦，個人認為呢個咧都喺細節上呢一個打磨，而唔係一個大刀闊斧嘅改革咯。咁睇翻 iPhone 16嘅硬件升級上面嚟睇啦，Pro 版本咧配備咗更大嘅屏幕，而基礎版本咧採用咗新嘅 A18 處理器晶片。咁而該晶片咧採用咗呢個台積電第二代嘅3納米製程啦。理論上咧，應該係比搭載咗喺 iPhone 15 Pro 同埋 iPhone 15 Pro Max 上邊嘅 A17 Pro 更快嘅。但係蘋果咧，即係攞咗佢哋嘅 A16 Bionic 嚟做一個性能嘅比較啦，咁就完全冇提到 A17 Pro 呢個晶片。咁睇嚟咧，蘋果自己亦都可能覺得咧 A18 同 A17 Pro 之間嘅差異可能唔係咁大。喺定價策略上邊啦，蘋果嘅產品線係保留iPhone 14 Plus 呢個舊嘅版本嚟拉低呢個平均售價，咁就從去年958.6美元咧，就降到去今年嘅945蚊美金。但係呢個降幅咧，其實只係1.42%。呢種價格嘅策略咧，既可以視為蘋果對消費者一個小恩小惠啦，
亦都可能係存貨積累嘅無奈之舉嚟嘅。咁隨住呢個技術嘅跨世代升級同埋屏幕尺寸嘅增加啦，iPhone 嘅成本咧無疑亦都會同步上升。雖然蘋果可能喺銷售上咧實現增長，但係是否能夠足夠抵消呢個毛利率嘅潛在下滑咧，其實係一個未知之數。不過蘋果預計2024財年嘅第四季，即係直至9月底止啦，同比可以錄得增長5%，呢個數字咧係超過咗市場嘅普遍共識4%嘅。呢個反映咗即使喺 iPhone 16初期出貨量有限嘅情況之下咧，公司依然對 AI 帶動嘅換機週期咧係充滿樂觀嘅。當然啦，蘋果一系列嘅新產品嘅推出咧，對整個喺呢場技術嘅盛宴入邊咧，台積電咧無疑會係最大嘅贏家之一。摩根大通嘅報告指出啦，台積電8月嘅強勁銷售可能係會令到佢超越咗第三季度嘅預期。呢個咧主要係得益於 iPhone 處理器嘅需求增加，以及3納米同5納米工藝嘅持續強勁表現。預計去到第四季度咧，台積電嘅收入可能會實現10% 嘅環比增長。咁呢個咧就唔止歸功於 iPhone 處理器嘅持續需求啦，亦都有嚟自高通同聯發科等安卓陣營嘅新一代 SoC 訂單嘅。當然啦，不同嘅供應商咧，亦都面臨住唔同嘅前景。好似 Cirrus Logic 就因為新嘅相機鏡頭同埋一個觸覺功能升級而受益，而博通就會受惠於 WiFi 7嘅全線採用，而高通射頻方面就會獲得更加多嘅市場份額。佢嘅競爭對手 Skyworks Solution 咧，可能因此而面臨一個非常之嚴峻嘅挑戰。喺 A 股市場入邊咧，蘋果嘅核心供應商亦都有數十家，涵蓋咗連接器啦、面板等各類嘅產品。咁其中咧，立訊精密預計喺 iPhone 組裝上嘅份額就會顯著增長，就預期 AI 技術會帶動聲學同光學組件嘅需求。另外，蘋果會全面轉向 OLED 技術，咁 LCD 供應商好似 JDI 啦、Sharp 啦，就可能會失去咗蘋果嘅訂單啦。目前韓國嘅三星電子同中國嘅京東方喺 OLED 市場上咧佔據咗主導嘅地位。呢個轉變咧，亦都係正在重塑緊整個國供應鏈嘅。對於缺乏創新嘅誤解咧，其實主要係嚟自忽略咗蘋果真正嘅創新核心，其實係 Apple Intelligence。蘋果嘅核心競爭力一直係在於軟硬件嘅無縫接合。蘋果獨特嘅策略在於佢嘅目標係將 iPhone 轉變成一個智能型裝置嘅生產中心，憑借佢自己自主研發嘅 Apple 晶片，專門針對喺移動端優化嘅 AI 模型，而唔係好似 Gemini 啦、Audi 啦、ChatGPT 咁樣將所有嘅請求傳送到遠端嘅伺服器。呢種創新嘅方法咧，唔止保護到用戶嘅私隱，而且仲能夠充分咁利用手機上嘅獨特資訊，為用戶提供更個性化、更安全嘅 AI 體驗。Apple Intelligence 唔只係一個新嘅功能，佢係代表咗智能手機使用方法一個徹底嘅革新。新版嘅 Siri 將成為 AI 嘅完整入口，而隨住 Apple Intelligence 預計會擴展到 Mac 嘅平台啦，可以預見咧 Apple 嘅生態系統咧將會變得更加強大，而且係互聯安全。蘋果今次嘅發佈會喺平淡嘅表象之下，其實係對未來科技趨勢一個深思熟慮同埋一個精心嘅佈局。新功能嘅手法咧，僅限於美國嘅英語用戶。呢種限制可能係暗示咗蘋果喺全球 AI 競爭中嘅謹慎，當然亦都可能係技術上尚未成熟嘅體現。不過，如果 AI 功能可以喺未來實現全球化，呢個將會係蘋果重返創新領跑者嘅位置嘅一個關鍵。先聽完徐先生睇法啦。Apple 其實今次嘅出彩就係 Apple Intelligence，即係 Apple 嘅 AI，同我哋上個禮拜徐先生講嘅NVIDIA 方面咧，我嘅理解咧就係 NVIDIA 就係主要做批發市場嘅 AI，Apple 咧其實係做零售市場嘅 AI。零售市場嘅 AI 始終嗰個需求都會比批發市場嘅 AI 大。我諗 Apple 其實如果今次佢作出呢個嘗試之後，佢嗰個市場空間就會打開得好大。徐先生，你認唔認同呢個睇法咧？唔該晒。呢個比喻都好正確。如果用啲學術或者技術性嘅講法，就可以咁講，NVIDIA 就係一個雲端上嘅大數據模型，即係大數據嘅個即係 data center 啦。咁而即係蘋果手機係喺個 C 端上邊做嘅 AI 嘅運算咯。咁所以就有少少唔同。今次嘅 Apple Intelligence 就會喺
即係手機端嗰度做一啲即係 AI 模型嘅運算，咁所以啲數據就未必會全部跌翻去雲端嘅，咁所以喺嗰個安全性同埋保障上同埋落地上就會有少少唔同咯，區別。哦，多謝晒徐先生今日嘅講解。如果你有更加多 AI 嘅消息，都可以繼續同大家分享。多謝晒徐先生，今日嘅節目呢，我哋就結束啦。咁多謝晒徐先生同市場先生嘅分析，多謝晒。咁呢一集嘅內容繼續係咁精彩，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非常多謝徐立賢同埋湯丁丁，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